蒸米饭直接加
孩子吃饭更有食欲的话，这几个煮饭的窍门可要记住了哦，觉得有用就收藏支持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有食欲，或者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这2天孩子总是嚷嚷着想吃糖醋排骨了，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道糖醋排骨的新做法，不用油炸也不用焯水，制作方法特别的简单，色泽鲜亮诱人，排骨肉质鲜嫩，好吃不油腻，非常的适合自己在家做。我们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面加入一勺淀粉，跟着倒入半碗清水，用筷子搅拌，使淀粉充分的溶解开。这里大家也可以使用家里面的普通面粉，效果是一样的。跟着把排骨倒入里边，先把排骨抓拌3分钟，抓拌时每一块排骨都均匀的裹上淀粉。我们都知道，猪肉在市场售卖，里面的环境很复杂，而猪肉的油脂和甜腥味又特别的容易吸附灰尘，造极虫卵，所以这一步大家不要省略了。因为淀粉就具有非常强的吸附能力，我们就像这样抓拌3分钟，再用流水多冲洗。
现在可以关火出锅啦，装入盘中，摆好盘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糖醋排骨就做好啦。排骨没有经过焯水，也没有油炸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排骨的营养，而且吃起来一点不油腻，吃起来非常的健康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排骨，色泽鲜亮诱人，排骨肉质鲜嫩，好吃不油腻，排骨又香又入味，营养还被完整的保留，酸酸甜甜的，太好吃了。尤其适合爱吃糖醋排骨的你，喜欢记得收藏起来试试哦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你也可以关注我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解冻猪肉切记直接用水泡。今天教大家一招，10分钟完全解冻，且解冻好和新鲜的一样，一起看看吧。今天本来不打算炒肉了，可一个电话打来，突然家里来客人了，眼看着饭点快到了，现去买肯定来不及了。相信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。这时想到放在冰箱中冷冻的猪肉，需要食用时直接拿出来解冻烹饪是最方便不过的。但很多人习惯用热水泡肉来解冻，但这种方法并不实用，而且呢会让肉的口感被破坏，导致营养价值降低。正确的解冻生肉的方法是以下这样：我们把肉放入一个大碗中，然后往冻肉上边均匀的撒些食用盐，跟着用手均匀的涂抹开，让猪肉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涂满食用盐，尤其是肉块的缝隙里也要撒进去食盐。加食用盐就用到了我们初中化学课中学到的盐化冰的原理了。冰水中加入盐，它的凝固点就会降低于0，冰就会快速融化，肉也就自然能够更快的解冻了。而且盐它还有很好的杀菌作用，可以避免在解冻肉时滋生细菌，减少肉质的污染，从而保持肉质的口感。大多数朋友在解冻肉时都会犯同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把冻肉拿出来后放在一边让其自然解冻。这样看似合乎情理，但其实真不建议这样做。就算是在新鲜的肉，也不宜放在常温下4-5个小时。而常温解冻肉，它表面的细菌、微生物也会成倍的增加，这样解冻的肉吃起来对身体健康是没有益处的。关键是那样解冻的肉质吃起来也很柴，没有口感。所以常温解冻那一招是不可取的。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方法才是健康且快速有效的。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了，现在大家看看，用手按压猪肉已经有明显的凹陷了，说明肉已经在快速解冻了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方法是真的有用。但如果您觉得现在这个程度还很难切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这时我们往肉表面倒些白醋，用手均匀的涂抹开，每个角落都涂抹均匀。加白醋不仅同样具有降低冰点的作用，同时白醋还有很好的去腥作用。加白醋解冻好的肉新鲜没有异味，吃起来就跟鲜肉一样香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用量哦，不要加的太多。为了使其能够更快速解冻这时我们往里边加入温水，没过猪肉即可。很多人认为解冻肉应该放在热水里面，这样冰块可以迅速的融化。其实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。泡在热水里只是表面迅速升温，但是中间还是一大块冰块，这时传热效率低，短时间内是化不开的。泡得太久了，还会让微生物大量剧增。冷水泡着解冻的方法也是同样的，冷水会溶出各种
这碗料汁呢，要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加喜欢的调料，这样搭配做出来的口感才是无可挑剔的，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现在20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把蒸锅里的五花肉拿出来。五花肉的盘子蒸出了一些水分和油分，可以把它倒掉。把肉放到案板上，拿刀将五花肉切成一块一块，可以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这样看起来也好看，吃起来大小合适呢，也不腻。切好后拿出一个盘子，把五花肉围成圈摆在盘子上，盘子中间呢留出一个空白区域，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料汁，美味极成。这样一盘好吃的蒸五花肉呢就做好了。看着简单，可是味道却不容小觑哦。蒸出来的五花肉保持了原本的肉香，吃的时候再拿来蘸一蘸蘸料，味道绝对不比红烧的差，一口一个真是太过瘾了。下酒下饭配馒头都不错，吃起来呢也不会觉得油腻，味道绝了。没试过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，这可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特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呢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一碗面粉直接倒入滚烫的油锅中，瞬间变美食。我真的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太解馋了，快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80克的家用面粉，今天的面粉不蒸不煮也不烙，孩子们都可喜欢吃了。面粉先放在一边，现在锅中来点油，大火把油烧热。眼看着锅中冒白烟，锅底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差不多了，现在把火关了。我们把准备好的面粉一边倒入锅中，一边进行搅拌。用热油烫面，一是为了改变面团的筋力，使面食制品变得柔和；第二，减少了水分的蒸发，增强了面团的持水性。油脂可以隔绝空气，阻断水分的蒸发，让面团中的水分保持得更久而且不干燥。搅拌成这样的颗粒状就可以，不烫手了，我们再下手把它给搓散开。像这样恢复到粉末状就可以，我们先把它倒入大碗中备用。现在准备2个鸡蛋，打入小碗中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白醋，去腥增香，用筷子搅散开，再往里边加入一点食用小苏打，1勺泡打粉，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开。小苏打又叫碳酸氢钠，化学输送剂的一种，能增强食品的弹性和延展性，而且使做出来的成品呢也更加容易消化。拌匀之后，我们把鸡蛋液倒入面粉中，搅拌均匀，使鸡蛋液更好的与面粉融合。再下手揉面，把面揉光滑一些。就揉成这样软硬度适中的面团就可以。盖上盖子，把面团松弛10分钟，使没有吸收蛋液的面粉分子有一个充分吸收的时间。
时间到了之后，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醒好的面不用揉，直接搓成长条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把面剂一个个的取出来整理，像这样由外向内的推揉整理，每一个面剂都尽量的多揉几次，再整理收口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一个生坯就做好了，接下来就这样依次做好。然后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加入一勺面粉，再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搅拌搅拌，调成一个淡淡的面粉水。再准备一勺白芝麻，少量添加，后面不够再加，这样不会浪费。把做好的生坯放入面粉水中，均匀的裹上一圈面粉水之后，再用6手捞出来，再放入芝麻中，均匀的裹上一层芝麻，这样吃起来就会更香。现在用手把芝麻按紧实一些，这样等下烹饪的时候才不容易掉。全部做好，依次摆放在烤盘上。烤盘上事先摆放一张油纸，不要放得太近了，中间适当的留一点空隙。现在可以一边给烤箱预热了，全部像这样中间留点空隙，摆放整齐就可以。现在放入烤箱中。170度，上下火，烤20分钟。烤至表面金黄，香味浓郁，这就差不多了。非常的香，现在可以取出来了。这样做的小零食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桃花酥，它的口感酥脆又香甜。像这样给孩子做小零食，小油小糖，好吃还不腻，关键是没有一点添加剂，孩子吃着特别的放心。所以之后孩子再想吃小零食就不要再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简简单单的也能做，健康零添加。等到彻底凉透了之后，我们放进密封罐里，或者是保鲜袋中都可以。密封好，做一次可以存放1个星期哦。每吃一口都有浓浓的鸡蛋香，营养又好吃。平时用来做居居的小零食也是很不错的。自己做的少油少糖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我是雅雅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
一般抓出来的表面硬邦邦的，而且肉质也是面扯扯的，特别的难吃。大家再看一下这款里面的这些小气孔，就是用啤酒发酵形成的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蓬松，口感扎实，吃几个就饱了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你给我点个赞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你也可以关注我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